天是隔离的最后一天。其实隔离3天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超宅的人。因为今天是隔离最后一天，所以我想说今天来跟大家讲一讲我在美国这1年来的一些经历，还有一些心路历程。我会分为2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工作方面，那另一个部分是娱乐方面，就是我去了哪些地方玩，做了什么等等的。好，那我们先从工作这一部分来说。我的工作主要就是教印第安纳大学领航中心的学生。在美国很多大学里面会有 flagship program， 那我就是在这样子的 program 里面当辅导老师，除了帮学生上辅导课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要参加，也参与了一些不同的 project 还有培训，所以整体其实是非常充实而且忙碌的。辅导课一般就是早上下午的时间，然后晚上可能会有活动。如果有额外的工作，比如说一些 project 或者是培训的话，那会是在晚上或者是周末假日的时候。所以我其实可以自己拿来运用的时间，主要就是一些空闲的晚上或者是周末，所以我会利用这些时间来写我的脚本，还有剪辑影片。我觉得还蛮幸运的，我还是持续的能够2个星期上1支，虽然有的时候就是不小心真的太忙了，可能3个星期才上1支，但是我就很感谢你们大家还是会回来看我的影片。好，那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娱乐的部分。你们刚刚听完应该觉得，我应该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出去玩，但是我还是去了很多地方玩，就是靠连假的时候。我的第一个连假是感恩节不过在感恩节之前，我因为从台湾搭飞机是先到芝加哥，所以我可以先在芝加哥玩一下。我在芝加哥大概待了4天左右吧，我还蛮喜欢这种大城市的氛围，但是同时又觉得有一点可怕，因为毕竟大家都知道芝加哥是一个治安没有那么好的地方。其实我那一次去芝加哥给我的感觉并没有到很不安全，可能我去的地区是属于治安比较好的地方，也有可能。我刚才相机没电了。我刚才说到的是我去了芝加哥，我在芝加哥待了4天以后就到 Bloomington， 就是印第安纳的一个城市。那 Bloomington 给我的感觉很不一样，因为它比较乡村的感觉，人比较少，然后我其实很喜欢那边的风景，还有那边的人都很友善，我觉得过得还蛮开心的。但是美国就是没有车就很麻烦，交通上真的给我蛮大的困扰。不过好险 Bloomington 还算是有蛮多公车的，所以如果我真的要办什么事情的话，其实还可以，就是真的偶尔请朋友帮忙，或者是搭公车到可以到的地方。后来在感恩节的时候，我去了纽泽西找我的朋友，然后搭火车去纽约玩，那也是我第一次到纽约。然后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刚好有梅西百货的游行，路上都是人，也是一种很特别的体验。大家如果好奇我去纽泽西和纽约做了什么，可以看这边。感恩节的时候我去了纽约和纽泽西，后来圣诞节的时候我直接跑到加拿大的温哥华那边去，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体验。首先呢，我完全没有想过我会在这段时间去加拿大。那时候我其实在想我圣诞节要做什么的时候，刚好我的朋友 Laura 她问我圣诞节有什么规划。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跟这位朋友 Laura 是怎么认识的。她是一个加拿大的数学老师，那大概在我2年前几千订阅的时候，他寄了一封 email 给我，跟我说他非常喜欢我的影片，然后希望可以帮上我一些忙，所以后来我影片的脚本都会请他帮忙看过，就是非常感谢他。那我们就这样认识了2年左右。他知道我来美国之后，他问我说圣诞节我有什么打算，我就跟他说我其实还没想好。他就说其实圣诞节要在一个家庭里过才能体验圣诞节的氛围。我就想说好，不然我就冲一波，所以后来我就真的一个人飞去加拿大了。然后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我在过加拿大海关的时候，加拿大的海关就问我说你是要住在你朋友家对不对？
那你是怎么认识这位朋友的？那时候我就觉得，如果我说我在网络上认识他有点奇怪，感觉我会被海关抓走，然后遣返之类的，所以我就跟他说，我是2年前认识他的。结果海关就说 OK you can go。 我就觉得我根本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但是他可能觉得我看起来也无害吧，就直接放我入境了。后来我就在他们家第一次体验西方家庭怎么过圣诞节，真的是非常的让我印象深刻。It still ends up everywhere though, Mom. 还有一个，Ben，你跟哥哥说谢谢。Cause he likes playing for us so much. I got a shawty and she right with me, but she working overtime, you see. I've been spending all day thinking about you and how we gon' make it out, baby, come through. 在台湾，我们过圣诞节的时候并不会这么盛大，可能会有一些人交换礼物等等的，但不会说每个亲戚朋友都送礼物，大家一起拆礼物，还有吃火鸡大餐等等的，在台湾都没有。这对我来说都是第一次的体验，而且在加拿大是我第一次玩雪，我觉得超有趣的，我玩的超级疯狂，就像小朋友一样。我跟他们家3个小朋友就在那边打雪仗。总之，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这位朋友，让我有机会体验西方家庭的圣诞节。再来，我在春假的时候到了佛罗里达。其实原本我跟朋友们打算去黄石公园，但是因为机票突然变得太贵了，所以我们最后就决定去佛罗里达。我觉得佛罗里达也蛮好玩的，但是也发生了一些蛮奇怪的事情。我在这边问一下大家好了，就是我那时候在佛罗里达的时候，走在路上就有一台车经过我们，但是他就是一直跟在我们旁边。里面的人他就对着我跟我朋友说喵，他就一直喵喵喵。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要一直对我们喵？然后我那时候走一走，然后我就稍微停下来一下，我就听到他说 keep walking， 我就知道他是针对我们。那时候我就觉得非常奇怪，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一直喵。后来我就跟我一个美国朋友聊到这件事情，他跟我说他觉得有可能是喵的意思是你好，就是他其实想要说你好，但是因为他可能发音发的不好，所以就变成你好你好你好喵喵喵。我不知道大家觉得像吗？但是因为我也想不到有什么其他的解释，为什么要对着我们喵。好啦，那现在我已经回到台湾了，所以我想要问大家，你们觉得如果下次我去美国的话，你们会推荐我去哪里玩？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如果你有任何想跟我分享的事情，都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Another lazy afternoon, the clouds covered in gray, third coffee of the day. Almost fell asleep on Zoom, I yawn at the display, third me